愚公在山洞里挖出一个金灿灿的东西，当他把外面的树枝抖落，竟发现这竟然是失传已久的金龙宝剑。传闻谁能得到宝剑，便能坐拥江山。而此时的剑身竟浮现出一条金龙，大家见龙大吉大利。此时点亮红心，留下顺风顺水，往后都能够财源滚滚，负债清零，全家幸福安康的发大财。此时愚公想起40年前先王的一番话：圣祖留下遗诏，持剑者为王，剑在王位在，剑无王权无。原来当年大王领兵巡视国界，不料竟遭遇邻国蛮人的偷袭。大战中，金龙宝剑意外掉入太行山中，大王也因此坠入一个山洞，好在被路过的愚公所救，而愚公也因此得知了这个天大的秘密。后来援兵赶到，大王曾派人搜寻宝剑，可最终全都无功而返。为了巩固自己的王权地位，他命工匠造就了一把假的金龙宝剑。如今大王年事已高，他准备将王位传于太子，同时也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儿子，并叮嘱他这个秘密天底下只有2个人知道，一个是愚公，另一个就是智叟。愚公曾救过他的性命，如今又在太行山脚下挖山不足为惧，可是智叟心机颇甚，如今更是身居高位。大王嘱咐他等自己死后一定要将其斩草除根。然而太子怎么也没想到，就在自己的登基仪式上，其余3个皇子竟带兵包围了王宫，准备要逼新王退位。原来他们之所以有如此胆量，是因为智叟早有预料，提前将金龙宝剑的秘密告诉了其余皇子，怂恿皇子们上演王位之争，而他自己则坐享渔翁之利。他的金龙宝剑是假的。得知金龙宝剑是假的，文武百官顿时议论纷纷。如果太子没有真的金龙宝剑，那大臣们也不可能簇拥他为新王。太子深知宝剑是假，但此时也只能强撑着与他们周旋。此时3皇子提议将宝剑拿出来当场鉴别，无奈他只好将那柄假宝剑拿出来。传闻金龙宝剑放入水中，水底便会浮现出2条游弋的金龙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假宝剑被放入了水槽，但结果可想而知，水中压根什么也没有。一时间大殿顿时沸腾了起来，金龙宝剑如同传国玉玺，如若太子拿不出真剑，恐难令天下人信服。无奈太子只好谎称当年先王他老人家为避免王宫内部争权夺位、骨肉相残，所以便将真的金龙宝剑藏于民间。宫里如今只留了一把假剑，可是皇子们却不相信，要他3日之内派人将真剑取回，否则他就必须退位让贤。好在上天垂怜，真的金龙宝剑被愚公找到，而此时他已经带着宝剑来到王宫，不料却被门口的守卫拦住。只见愚公抽出宝剑，大声道：“我有金龙宝剑在此，上可杀王公贵族，下可杀平民百姓，谁敢阻拦？格杀勿论，还不赶快跪下！”守卫们听后便再不敢阻拦。就这样，愚公顺利将宝剑带到大殿，可大皇子却说他这把剑也是假的。于是愚公便当场验证，将宝剑置于水中，顿时就浮现出2条金龙。然而面对真的金龙宝剑，大皇子也丝毫不惧，自己的军队早已包围了整个王宫，只要他一声令下，在场的人全都得死。可就在这时，远在边陲的护国将军带兵赶来，他领兵将王宫内的叛军全部剿灭，而3位皇子大势已去，最终被打入死牢。愚公救驾有功，新王想要让他留下，帮他一起治理国家，不料却被愚公拒绝。他表示自己年事已高，况且他现在一心只想挖山，移山同样也是在报效国家。最终大王被他持之以恒的精神打动，同意让他回乡继续移山。